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第2年，老公想买房，我阻止他。现在房价虚高，先缓缓吧，过2年肯定会降价的。老公听了我的话，转头却拿首付款进了赌场，短短1个月输了30万。输了钱后，他把怒火全部撒在我身上，醉酒后对我拳打脚踢。贱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当初拦着我买房，我怎么可能把钱拿去输掉？你这个败家娘们，赔我的房子！婆婆也跟着起哄，就是一点用都没有，连个娃都生不出，竟会出馊主意。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被老公活活打死，鲜血蔓延了一地。再次睁开眼，我回到了老公要买房的那天。这次我不再阻止他，反而掏出了20万积蓄。老公，买吧，你做什么事我都支持你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跟你说话呢，发什么呆？我猛地回过神，丈夫陈志安的脸在我眼前晃荡，他的嘴一张一合，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。公司同事都买了房，我那几个发小也都有房了，咱咬咬牙也得买一套。青青，你手里存了多少钱？都拿出来买房吧。婆婆坐在对面，手里勾着毛衣，嘴里不满地嘟囔：我看别人嫁女儿陪嫁都是一套房，你家倒好，当初就赔了那么几床破被子，也不嫌丢人。陈志安附和：就是妈说的对。2个人一唱一和，我愣了许久，才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前世我因为阻止陈志安买房，被他醉酒后拳打脚踢致死。婆婆见我断了气，没有丝毫恐慌，反而配合陈志安将我抛尸荒野。死了也好，结婚2年连个孩子都生不出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我死后不久，陈志安火速再婚，将私通已久的小三迎娶进门，而我因为远嫁去世许久都无人发现。重来一世，我绝对不能让悲剧重演。我强忍住心中的怒火，虚伪笑道：老公，你说的对，这房子确实该买，我手里钱也不多，就20万，你都拿去买房吧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说完，我掏出手机，麻利地给陈志安转了20万过去。陈志安收下转账，转头对婆婆笑道：我手里有30万，加上青青的20万，足够首付一套大房子了。妈，咱们明天就去看房子。好，好。婆婆一脸开心，我儿子出息了，都能凭自己的本事在大城市买房了。婆婆顿了顿，看向我，阴阳怪气地说：许清，我提前跟你说好了，这房子到时只能写志安一个人的名字，你俩得签协议。你嫁过来2年，也没给我们陈家添丁加口，这20万就当是对我们陈家的补偿了。我佯装乖顺地点头：妈，您说的对，我没意见，都听您的。闻言，婆婆和陈志安笑得一脸得意。第2天，婆婆和陈志安一大早便去了售楼部，火速订好了一套3房2厅的学区房，总价250万，月供1万多。房子买好后，陈志安整个人容光焕发，连走路都生风，显得格外有底气。婆婆也十分得瑟，逢人便说自己儿子买了房，到处吹嘘。3姑6婆全部通知了个遍，殊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买完房后，陈志安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甚至经常夜不归宿。前世他也有一段时间经常不着家，当时我以为他工作忙，没做多想，现在想来，他估计大部分时间都在陪着小三吧。思及此，我的心中毫无波澜，已经完全感觉不到痛了。
我只想尽快摆脱这个可怕的家庭。不久后，我所在的公司新开了一家分公司，我主动申请了调令，并以距离太远不方便通勤为由，提出搬到公司宿舍去住。陈志安对此毫无异议，但婆婆却颇有微词：“你搬走了，以后谁来做饭啊？”我装作苦口婆心地跟她讲：“妈，我也不想搬的，但新岗位的工资要高很多，我想多赚点钱，为志安分担点压力。现在买了房，生活不比以前轻松了。”婆婆松了口：“难得你有这份心，那就搬吧。周末记得回来给我搞搞卫生，分担家务。”“好的，没问题。”1周后，我成功搬离了陈志安租的房子，生活有条不紊，一直维持着表面的平和。半年后，市区的房子开始逐渐降价，银行利率也越来越低。陈志安买的房子一下降了10多万，对此他不断自我安慰：“没事，说不定明年就涨回来了，咱又不卖，不存在什么亏不亏的。”婆婆却满是心疼：“10多万呢，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，可心疼死我了。”我心想，这才哪到哪呀，后面有你们好受的。又过了半年，陈志安的房子如期交房。为了房子的装修，婆婆和陈志安首次陷入矛盾。婆婆提出简装，陈志安想要精装，最后婆婆选择了让步。陈志安找我要钱装修，我谎称我手上也没什么钱，新公司效益不好，已经拖欠半年工资了。陈志安骂骂咧咧：“当初就叫你别换公司，你非不听。”无奈之下，陈志安向银行又贷了20多万，开始风风火火地装修新房。房子装修好后，陈志安和婆婆马不停蹄地搬了进去。婆婆住在主卧，陈志安住在次卧，而我以新房离公司太远为由，仍旧住在员工宿舍里。住了新房后，陈志安的生活如鱼得水，甚至已经堂而皇之地带着小三登门入室了。有一次我回去拿东西时，撞见陈志安和他的情人在客厅打情骂俏，而婆婆正在厨房做饭，餐桌上摆放着丰盛大餐。见我回来，陈志安没有丝毫慌乱，反而很镇定地跟我介绍：“青青，这是我同事小妍，过来家里做客。”我佯装热情地打招呼：“小妍，你好。”我的热情没有得到回应，浓妆艳抹的女人趾高气扬，一脸不屑地跟陈志安吐槽：“老陈，你什么眼光？怎么娶个黄脸婆当老婆呀？真是土死了，跟我比起来差远了。”陈志安谄媚地笑：“对，确实是比不上你，你比她漂亮多了，就你嘴甜。”我冷眼看着两人打情骂俏，心中毫无波澜。婆婆听到动静从厨房出来，不悦地看着我，阴阳怪气道：“该回来的时候不回，不该回来的时候跑回来干什么？我可没煮你的饭，中午你去外面吃吧。”我淡淡点头：“妈，我就回来拿个东西，马上就走，不在家里吃饭。这饭请我吃，我也不吃，我嫌恶心。”我拿完东西，立马离开了那个肮脏的地方，日子不温不火地过着。又过了半年，全国房价暴跌，陈志安的房子短时间内跌了80多万。那段时间，陈志安和婆婆整日郁郁寡欢，怨声载道，干什么事都提不起劲。恰逢经济不景气，陈志安的公司效益不好，他的收入也随之锐减。每个月房贷加装修贷2万多，还得很是吃力。黔驴技穷之下，陈志安来找了我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已经将近3个月没有见面，我差点以为他已经忘了我这个妻子。一见到我，陈志安开门见山：“青青，你们公司拖欠了这么久的工资发了没有？
发了就转给我，家里大小开支都是我在出，我都没钱还房贷了。我装作无辜，老公还没发呢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我们公司没有收益，这钱不知道得拖到什么时候了。陈志安瞪了我一眼，骂骂咧咧道：没用的东西，真是晦气，早晚有一天把你扫地出门。我心想，求你赶紧吧，我巴不得被你扫地出门呢。当天晚上，婆婆也打了个电话过来，兴师问罪：许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当初说好了要替志安分担点压力，结果1年多了，你1分钱都没出过，耍我们呢？我故意叹了口气：妈，不是我不帮，你也知道现在就业环境不好，我又不敢轻易跳槽，我那公司收益不好，已经很久没发工资了，我每个月开支很大，除了吃穿还得买药，手头真的很紧。婆婆抓住了重点：买药？买什么药？我睁着眼睛说下话：就是那个调理身体的药。哎，结婚几年没给志安生个孩子，我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妈，您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争取早日给您生个大胖孙子。婆婆闻言哼了一声：难得你有这个自知之明，青青，你也不要怪我心狠，再给你1年时间，你要是再怀不上，我们陈家就不能留你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家志安这么优秀，追他的女人排着长队呢，要不是被你给耽误了，我早就已经儿孙满堂了。我忍住心中的讥诮，低声下气道：是，都怨我，您别生气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其实他不知道的是，我跟陈志安已经2年没有夫妻生活，自从他有了小三，我们之间早已名存实亡。我顿了顿，故意刺激他：妈，志安现在压力这么大，您就想办法帮帮他吧，这房贷要是断供了，以后志安就会成为老赖，被列入失信人名单，限制消费，后果很严重的。婆婆拍着大腿，怨声连连：早知道当初就不买这个房了，真是造孽呀！陈志安还不起房贷，婆婆咬咬牙，将她存了10年的老本全部拿了出来。在婆婆的帮助下，陈志安暂时度过了难关，手头宽裕些后，陈志安又满血复活。他整日在小三面前充大款，带着小三招摇过市，肆意挥霍婆婆省吃俭用存下的钱。不出2个月，婆婆给的20万被陈志安挥霍一空。陈志安再次捉襟见肘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就在这时，婆婆病倒了。这天晚上，我睡得正沉，陈志安一个电话将我从睡梦中吵醒：青青，你快过来，咱妈突然晕倒了。我愣了一瞬，佯装急切道：老公，你先别急，妈是怎么晕倒的？陈志安颤着声：我也不清楚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发现妈躺在客厅的地上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你先叫救护车，先送妈去医院，我马上就到。我赶到医院时，陈志安正在急救室门口踱步，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。我换上了一脸担忧的表情，快步走向他：老公，咱妈怎么样了？陈志安哭丧着脸：是脑溢血，很危险，怎么办呢？青青，我已经没了爹，可不能再失去我妈了。我压制住心中的暗喜，安抚他道：别担心，妈一定会没事的。就在这时，护士过来催交费了，病人情况紧急，家属先去交一下手术费用，至少20万。陈志安犯了难，这钱先缓缓行不行？我现在身上没这么多，先给我妈做手术，手术费我晚点汇补上的。护士对这种状况见怪不怪，冷漠道：你跟我说也没用，这钱不交就没办法做手术，病人就只能等死。你们尽快想办法吧，再拖下去病人就撑不住了。
陈志安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不停地在原地打转。青青，你能凑多少？我沉吟片刻，我身上只剩2万多了，压根就不够，要不找亲戚借一下。陈志安愤愤道：我那些亲戚没一个好东西，全是些白眼狼，根本就靠不住。你的亲戚能不能借点？我叹了口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自从我远嫁，娘家人就跟我不亲了，他们肯定不会借的。要不，老公你去借一下高利贷。陈志安摆手，那利息可高得很。我安慰他，没事的，给咱妈治病要紧，过2月我们公司就会结清全部工资，有小10万，到时我全部给你。陈志安纠结半晌后点了点头，行吧，只能这样了。陈志安借了20万高利贷，婆婆的命是就回来了，但却瘫痪在床上动弹不得，话也说不利索了。我主动跟陈志安请缨，老公，咱们现在经济压力这么大，你安心去赚钱吧，妈就由我来照顾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陈志安欣慰道：青青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无所谓一笑，说什么呢？都是一家人，还说这些客套话干什么？对对，都是一家人，咱妈就交给你了。陈志安如释重负般舒了一口气，然而他并不知，此刻我满脑子都在盘算着该如何羞辱他妈。2天后，陈志安回了公司上班，而我请了一段时间的假，天天在医院守着婆婆。经过几天的治疗，婆婆的病情暂时稳定，她的意识也逐渐清醒。睡。她醒来时，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叫唤。我坐在椅子上啃着苹果，睨了她一眼，不屑地轻嗤：要喝水呀？行，你叫我一声姑奶奶，我就给你水喝。婆婆瞪大眼看我，你，她支支吾吾说了半天，愣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你什么你？我把苹果核丢垃圾桶里，翘着2郎腿看她，揶揄道：你都成这样了，还想骂我呢？婆婆气得胸膛剧烈起伏，找你儿子啊！你儿子这会儿欠了一屁股债，还有个小3要应付，哪有闲工夫管你呀？除了我，估计就没人管你喽。你贱！我冷喝一声，抱着胸讥诮道：想骂我贱人是吧？我哪有你跟陈志安贱呐？你俩真是我见过的最贱的母子了。你有今天的下场，全是活该。等着吧，你儿子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。婆婆气得两眼一翻，再次晕了过去。等婆婆睁开眼，已是天黑。我站在她的病床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。醒了，是不是梦见阎王来找你索命？被吓醒了。婆婆铁青着脸，手指头指着我。你，我翻了个白眼。行了，省力气吧，说不出就别说了。白眼狼，呵，我嗤笑。我白眼狼，你哪来的脸说出这样的话呀？我怒上心头，把陈志安和婆婆这几年的罪行统统数了出来。我以前是怎么对你们的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当初我不嫌弃陈志安一无所有，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。婚后我任劳任怨，一直安分地做好一个妻子的角色，为这个家不断操劳。我把你们当自己人，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？婆婆死死瞪着我，我接着道：你不是一直嫌弃我生不了吗？我是怎么不能生的？难道你心里不清楚？当初我怀孕2个月，还要忍着强烈的孕反伺候你们母子俩，煮饭炒菜，洗衣拖地，样样家务不落下。我被累到小产，陈志安却在外面偷腥。我坐小月子，你却给我吃残羹冷炙、冷水冷汤。我从此被伤了根基，很难再受孕。不都是拜你们所赐吗？婆婆被气得说不出话，鼻孔不停翕动着。我看着她，一字一句道：王海玲，早晚有一天，
你跟陈志安会下地狱的。你……就在这时，陈志安过来了。陈志安一进门便奔向婆婆的病床前。妈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婆婆见到陈志安，就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，她的手指着我，嘴里不停哆嗦着。妈，你想说什么？陈志安靠近她，婆婆有心无力，她了半天，愣是说不出一句话。老公，妈一定是想说我这几天照顾她辛苦了。我上前握着婆婆的手，装出一副心疼的模样，渲然欲泣道：妈，我一点也不辛苦，只要你能早点好起来，再苦再累我都值得。陈志安闻言颇有些动容，青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老公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都是一家人，我这么做都是应该的。陈志安虚伪道：幸亏有你在我身边。我抿唇淡淡一笑，心里却将恨不得一口唾沫淹死他。婆婆躺在床上死死瞪着我，脸色铁青，一口气差点就没顺过来。陈志安在病房待了没多久便走了，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我：青，我以后可能会很忙，不能常来，你记得好好照顾咱妈。我知道了，老公，你安心去忙吧。其实我心知肚明，忙只是个借口，他的时间应该都用去陪情人了。我巴不得他少来医院呢，这样我就能好好折磨他妈了。陈志安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，他高兴不了几天了。他借的高利贷约定的是3个月后归还，本金加利息30万，到时候还不起，我看他该怎么办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陈志安很少来医院，偶尔打个电话来慰问一下。婆婆依旧躺在床上无法动弹，但说话倒是比之前利索了一点。她没事便骂我几句：许清，你个贱人，你不得，好死，我不废，放过你。我嗤笑，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呢，贱人！我一巴掌甩他脸上，闭嘴吧你！再逼一句，我让你下去见阎王！婆婆脸涨得通红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可她再愤怒也奈何不了我。我最喜欢看她这副死样子，特别的爽，像是狠狠出了一口恶气。陈志安早晚一天也会有同样的下场。接下来，我想尽了一切方法折磨婆婆。我一天只给她吃2顿，顿白菜和豆腐。我故意不给她水喝，可到她口干舌燥，嘴唇脱皮，她拉了裤子，我也不管，任由恶臭伴随她一整天。我连续几天不给她擦身，也不请护士，任由她皮肤渐渐溃烂。我这么做已经够仁慈了，比起上一世她和陈志安的罪行，我这些行为简直不值一提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每天守在医院，而陈志安却行踪不定，很少现身。某天，陈志安的情人突然来了病房，小三化着浓艳的妆，不可一世地看着我，趾高气扬道：我怀孕了，你跟志安离婚吧。躺在病床上的婆婆眼睛都亮了。我嗤笑一声：陈志安让你来的？志安不知道，是我自己过来的。我点点头，平静道：离婚我倒是没什么意见，你先去说服陈志安吧，只要他点头，我立马能去领证。小三显然没想到我答应得如此之快，微微诧异道：你没骗我？骗你干什么？我跟陈志安早就没感情了，与其守着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，不如早日解脱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若是能跟陈志安离婚，我起码得放鞭炮庆祝3天3夜。小三将信将疑地盯着我看了片刻，行，我去说服志安，你可不能出尔反尔。你放心。小三转身走了，连步伐都透露着几丝高傲。他走后，
婆婆欣喜万分的喃喃：“有后了。”老陈嘎，有后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忍不住泼他冷水：“你们陈家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代的？欠了200万贷款的房子，20万装修贷，还是30万高利贷呢？这孩子生下来了，你们拿什么来养？”婆婆气得直哆嗦：“贱人又来了！”这2个字我都听得起茧子了。第2天，小三带着陈志安一起来了医院。一段时间没见，陈志安似乎瘦了一些，神态略显憔悴，像是被榨干了精气一样。小三挽着他的手，高傲道：“亲爱的，你快跟他说。”陈志安看着我，一脸的欲言又止。他纠结半晌，转头跟小三商量：“妍妍，要不这事缓缓。”小三立马炸了，骂咧咧道：“怎么缓啊？再缓我这肚子就藏不住了，到时挺着个大肚子却迟迟不结婚，亲朋好友都得笑话我。你让我的脸往哪搁呀？我不管，你要是不离婚，我就把这孩子拿掉。”“不行！”婆婆激动的大叫，“不能打掉孩子！”陈志安陷入了两难。片刻后，他缓缓开口：“青青，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？”我淡定的点头：“你说，离婚后你能不能接着照顾我妈一段时间？”呵，我都气笑了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。我装作一脸惋惜：“志安，咱俩这么多年感情，就这么散了，我真的很心痛。但你心已经不在我这了，我强求也没用。你放心，虽然离了婚，但婆婆依旧是我妈，我会继续照顾她的。”闻言，陈志安眉头舒展，像是卸下了一块大石头。“好，谢谢你，青青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吧。”我终于如愿跟陈志安离了婚。拿到离婚证的那刻，我热泪盈眶，凝结在心中的郁气瞬间得到宣泄，我的眼泪忍不住决堤。陈志安以为我是舍不得他而哭，皱着眉施舍般说：“别哭了，只要你把我妈照顾好了，我可以考虑以后每个月抽出几天时间来陪你。”“我陪你个头，谁稀罕呐？我巴不得你给我死远点。”刚离完婚，陈志安火速跟小三领了结婚证，我依旧每天去医院守着陈志安他妈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亲眼看着他含恨而亡。离了婚，陈志安更是毫无顾忌，全身心陪着小三，把他妈丢给我，连问都不再过问一下，更别提来医院了。我每天换着花样折磨他妈，乐此不疲。贱人，等我儿砸来了，一定饶不了你，你别得意，太早。我讥诮道：“等你儿子来，做什么梦呢？你儿子现在自顾不暇了，哪还有时间管你呀？你就乖乖躺那等死吧。”陈志安他妈气得直翻白眼。时间一天天流逝，3个月后，陈志安的高利贷期限已至，而他无力偿还，房贷也逾期几个月，被银行起诉，医院更是欠了不少医药费，连出院都办不了。这段时间，不断有人上门催债，陈志安的电话被打爆，我也连带着收到了不少催收短信。穷途末路之下，陈志安来找了我。医院里，陈志安一脸倦容，语气急切：“青青，你那工资发了没？发了就给我吧，我快要被放贷的催死了。”呵，我都被他给整笑了。离了婚还想找我要钱，把我当什么了？我佯装愁眉苦脸：“还没呢，我也急呀，但公司说了还得再等1个月。志安，你放心吧，到时这钱发了，我肯定会给你的。虽然离了婚，但感情还在，我一定不会冷眼旁观的。”陈志安皱着眉头：“行，那我等你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咱妈就先交给你了，你帮我好好照看一下呀。你放心吧，一切有我。”陈志安很快便离开了，步履匆匆，
甚至没去看他妈一眼。他妈躺在床上，气得大叫：“儿啊，治安，别走呀！这个贱人虐待我啊！”陈志安走得很快，压根就没听到他的话。我走向他，嘲讽道：“省力气吧，你儿子现在自身难保喽。”陈志安借的是黑贷，不仅利息高，放贷老板更是心狠手辣，催债手段狠厉。这回他是真的走到绝境了，我就等着看好戏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陈志安依旧无力偿还欠款，他的房子被法院查封，黑贷老板每天去他公司堵他，恐吓、威胁，用尽手段。闹了好几次后，陈志安的公司不堪其扰，将陈志安辞退了。小三知道陈志安欠了这么多钱，气得要跟他闹离婚。走投无路之下，陈志安跑路了。催债的人找到了医院，在病房里闹了起来。为首的男人凶神恶煞，满脸横肉，他恶狠狠地问我：“陈志安跑哪去了？劝你赶紧把他供出来，不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我无辜道：“大哥，你找错人了，我跟陈志安已经离婚了，你应该去找他现任老婆才对。”男人咬牙道：“找过了，他老婆也说跟他离婚了，叫我们来找你。”呵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果然贱人与贱人才是绝配。行吧，我打电话问问他。我掏出手机，慢悠悠地拨通了陈志安的电话。电话一接通，我便道：“志安，你上哪去了？你快回来吧，你妈快不行了。”“我妈怎么了？”陈志安语气急切。我睁着眼睛说瞎话：“医生说她病情恶化，撑不了多久了，你快来医院吧，你妈还想着见你最后一面呢。”陈志安顿了顿：“行，我马上过来，你千万不要声张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行踪。”“好，没问题，你快过来吧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”陈志安他妈躺在床上，气得直哆嗦：“你贱人！”临挂电话前，陈志安突然感慨：“青青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”周妍妍那个贱人，一听说我欠了债，就立马翻脸，闹着要跟我离婚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看上了他。青青，等这件事情过了，咱俩好好过日子，再也不分开了。陈志安在那端声情并茂，而我却恶心的想吐。鬼才跟你好好过日子！我挂了电话，转头跟催债的男人说：“我先走了。”陈志安马上过来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，可千万别手软哦。我拿起包立马跑路，刚走出病房，却看到周妍妍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。我拐了个弯，躲在暗处看好戏。周妍妍径自走向陈志安他妈的病床前：“老不死的，你儿子死哪去了？”陈志安他妈直瞪眼：“你怎么跟我说法的？”呸！周妍妍吐了口吐沫，愤愤道：“还想要我跟你好好说话？我没骂你都算不错了。当初你跟陈志安联合起来骗我，说你儿子是开公司的，房子是全款买的，还承诺生了儿子就给我50万。我也是脑袋被门挤了，才信了你们的鬼话。快叫陈志安出来，赶紧把这婚给我离了！”你！陈志安他妈气得说不出话。周妍妍接着义愤填膺道：“还想忽悠我给你们生儿子？我呸！我告诉你，死老太婆，肚子里的孩子我已经打掉了，是个儿子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抱孙子了。”陈志安他妈听了这话，气得胸膛剧烈起伏，呼吸急促：“造孽啊！”不多时，他口吐白沫，两眼一翻，然后昏了过去。孙子没了，老太婆被活活气死了。没过多久，陈志安过来了，他一进门便直奔他妈的病床，鬼哭狼嚎道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快睁开眼看看我呀！我是志安啊，你别死啊，别丢下儿子一个人啊！”哀嚎间，陈志安的衣领被人提了起来，
黑带老板目露凶光，面目狰狞道：“好小子，总算被我逮到你了！”陈志安吓得直冒冷汗。老板，求您网开一面，再给我一段时间，这钱我一定会还的。鬼才信你的话，跟我走。陈志安被黑带老板带到无人的巷子里，狠狠暴揍了一顿。他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大腿骨折，拇指被剁了一截，鲜血直流，门牙也掉了2颗。黑带老板解气后放下狠话：“再给你半个月时间，再不还钱我就要你狗命！”男人走后，我从暗处走了出来。陈志安趴在地上，看见我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。“青青，救救我，快送我去医院！救你！”我缓缓朝他走近，一只脚狠狠踩在他被剁的拇指上，嗤之以鼻道：“我巴不得你早点下地狱，我怎么可能救你？”陈志安满脸是血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是你故意把我骗到医院来的？”“是啊，不敢相信吧？”陈志安怒不可遏：“一直以来，你都是装的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真心爱你的？你做什么梦呢？”我盯着他，恶狠狠地说：“陈志安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恨你，我巴不得你早点去死，跟你那个妈一起永不超生。你！”陈志安声嘶力竭的怒吼：“许清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我蹲下身，狠狠甩了他一个耳光：“死到临头了，还嘴硬呢？跟你妈一个德行，除了嘴硬，没啥本事。你就躺在这，好好等死吧，到时跟你妈一样，死了都没人替你收尸。”陈志安双目猩红，叫嚣着要杀了我。我狠狠踢了他2脚，潇洒地转身离去。大仇得报，我的心里无比痛快。我长舒了一口恶气。后来我出了国，再也没见过陈志安。关于他的死活，我也不再关心。前世我为了当一个好妻子，傻傻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。重来一世，我决定为自己而活。这几年，我偷偷攒了一笔创业资金，我用这笔资金在国外开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。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但却异常充实。我不再整日为了家长里短而苦恼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。慢慢的，我的公司规模越做越大，员工人数也越来越多，渐渐突破了100人。我成了别人眼中的女强人、女老板。再次见到陈志安是3年后，当时我回国参加科研交流会，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，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。陈志安衣衫褴褛，面如枯槁，整个人脏乱不堪。他佝偻着身子趴在地上，嘴里不断地乞讨着，面前还放了一只空碗。我缓缓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陈志安抬起头，看见我时满脸震惊，霎时间，愤怒、羞耻、难堪与不甘通通浮现在他的脸上。我侮辱性地丢了一张钞票在他的碗里：“拿去花，别客气。”陈志安死死盯着我，脸涨得通红。他张了张嘴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我这才发现他的舌头被人割了。曾经风流潇洒的男人，如今却形如草芥。但我并不感到惋惜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他有如今的下场，全是活该。我在陈志安愤怒的目光下，慢条斯理地离开了天桥。那一刻，前世的仇与今世的怨终于得到了平息。重来一世，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也手刃了渣男和恶婆婆。我感到很满意。以后我只管大步向前，坦荡荡地面对光明的人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